好，各位好，我们今天来解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问题是第241题，所谓 different ways to add parentheses，也就是说不同的方式去加上括弧。它这边它是给一个字串啊 expression 啊，基本上就是有数字。还有运算符号，那请你返回所有的可能的一个结果啊。当然，这个结果是指它的一个计算的一个结果。那返回结果呢是可以任意的顺序。那他这边有说，他所有的 test case 它基本上它的输出的结果呢，它都可以符合32位元的整数，而且呢，它的结果呢，不同的结果也不会超过10000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限制啊。那原则上，我们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是先看一下它相关的一个例。好，那我们看到它这边的一个例子啊，这边2个例子啊。那比方说第一个例子是2减1减1，那我们从这里观察哈，那原则上其实它是可以把它画成一个 binary tree 啊 binary tree。那像这里的话，像是这样的情况啊，像是我们这边所对应的就是这棵树，这棵2元树 binary tree。另外一个呢是对应的是另外一棵。那这个其实会跟在所谓的组合学有一个叫做 Catalan number 是有关的。所以甚至在于它的整个的程式的演算过程呢，也跟 Catalan number 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步骤啊，特别是采用一个递回的一个公式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啊，第二个例子是2乘以3减4乘以5啊，那你这一刮弧圆刮弧，那当然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好，那基本上我们一般的运算式啊，都是所谓的 in order， 所谓的 in order 的这样的一个陈列的一个方式。那它其实呢，你可以把它转换，跟刚刚的那个例子一样可以转换成为一棵2元树啊。那我们看这边的情况，那基本上它总共是有5种5种可能。5种可能的话呢，我们当然透过2元素，你当然只要是用所谓的DFS 的走访不管是所谓的 pre-order 或是 post-order 的一个transversal 基本上都可以把它的一个结果呢把它计算出来。那在这里面当然就是说，它有相同的结果，可能不同的计算方式有相同的结果。那原则上它都算是个别都算是一种，好，所以这边要特别去留意。好，所以这边总共是有5个不同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相关的 constraint 的部分呢，其实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它这里的expression 的那个长度呢，它最长也只有到20所以原则上像这里的你的运算数字呢，基本上它一定是所谓的业节点业节点。那当中有运算符号，那所以当中你算一算的话，它顶多它的业节点最多也就是10到11个所以原则上它那个这边的一个限制这边大家知道。
那在这个 expression 里面呢，它的运算符号有加、有减、有乘号。那数字的方面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0到99。好，所以这是它有关于它的 constraints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这样的一个问题。解的方式，我们基本上就是用所谓 cardinal number 的一个方式啊。这边我们稍微提一下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sequence 啊？原则上，当它是从0开始，好，所以 G0 的话是1，好，那 Gn 它其实有这样一个递回关系式。好，那我们原则上会发现整个解题过程其实就跟这样的一个递回关系是有蛮密切的一个关联。那前面几项呢，计算出来的一个结果大概是第0项是1，第1项是1，第2项是2，再来是5、14、42。那它成长的方式，成长的那个非常的快基本上它是所谓的 exponential 的一个成长，这边大家也知道。那我们知道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每一个数字截取出来的数字呢，它基本上它是一个业节点，但是呢，你像是 operator 的话，加减乘都不是。那我们基本上就是透过所谓的 DFS 的一个走法，好，那基本上它就是把它对应到所谓的 in order 的这样的一个算式当然也是走法。它当然这边你 in order 的话，中序的方式呢，当然是必须要有刮弧的那所以第一要思考的就是说，你会有多少的 binary tree 在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计算式里面，然后再去真的去计算。好，这个我们主要的思路是这样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 approach 的部分。好，那我们的做法当然第一步呢，当然就是你先设所谓的一个状态矩阵所谓 DP 那就是我们打算是采用递回，但是是有记忆的递回这样去解。那我们大概会采取2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定义所谓的 convert。那我们希望把这个 expression 呢，把它转换成为所谓 vector 这是 int 的 vector 转换成一些数字。那当中会有运算符号那像是加号我们就用101来表示，减号我们就用102，乘号我们就用103这个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转换。那转换之后当然就是你所考虑的节点不管是业节点或是这个 operator 部分呢，那就会比较明确一点处理问题也会比较单纯。好，然后呢，第2个步骤就是再去定义我们的所谓的 DFS 的这样的一个函数。它这里我们采用递回的方式递回方式比较简洁。那函数名称我们就用 f 来表示。那它的运作的过程跟计算 cardinal number 刚刚的那样的递回公式其实蛮接近的。它应该就是一个 DFS 的一个 transversal 好，然后在主要的方法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就先作用这个 convert， 然后再去呼叫 f 这个函数，那实际上就直接被让它 return 回去就是答案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程式部分简单说明一下。程式的部分呢，比较重要当然就是 convert 跟 f 的部分我们这2个部分呢简单说明一下
那这个 convert 部分你当然就丢进来，就是我们的一般的 expression。然后我们要传回去的是 int 的 vector 啊，就是我们的 ANS 的部分。那我们先去计算这个 expression 它的一个长度。那我们这边当然方便起见的话，我们当然 reserve 啊，它的一个长度啊，实际上这个当然是比较多一点。好，然后我们这边设 x 啊 ，x 就是说我们当中会碰到的数字的部分。好。所以我们透过回圈，那基本上就针对这个 expression 这样的一个字串呢去做一个走访啊，所以我们就看它第 i 个的字元啊，如果它是运算符号，不管是加号、减号、乘号，那我们就将它相对应的我们刚刚所讲的相对应的数字呢，将它加到我们的 ANS 里面这边当然不要忘记 break， 我们是采用 switch case 的方式去实作。那其他的就是在 default 的地方当然也就是数字。那我们这边就接续的去计算 x x。那所以当你的 i 如果是已经到了尾巴，或者呢是它的下一个字元呢，它不是数字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已经得到我们这一次的x， 然后记得这边要将 x 归零将它 push 到这个 ANS 的之后，你要记得将 x 归零。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convert 这样的一个function的一个做法。好，接下来我们考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递回函数的部分，它里面参数有 L 有 R 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所谓的左右的一个游标那当然这个当然是根据我们这个 numbers 就这个 numbers 它这个出来的话 convert 出来的话，它会变成 numbers 然后去考量当我的 left 大于 r 的时候，这个当然是空的如果呢 L 等于 R 的时候，那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看看它是不是所谓的运算符号它如果是运算符号的话，它当然就是大于等于101嘛在这个时候当然就你一样也是传回去的，也是空的不然的话，也就它是数字所以这刚好是第 L 个 numbers 在 L 的这个数字这样传回去，这是它的一个情况，这个所谓它的 base case 的一个情形。好，那因为我们是有用到记忆体这个 DP 代表就是它的一个状态矩阵，所以如果它的 size 大于0代表它已经计算过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重复计算。好，下面这个部分就是如果当它没有计算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就要考虑你从 L 到 R 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整个再去走访一次如果我们这边的 numbers 在 i 的值如果是小于100，也就是它是数字，这个时候你就做下一个。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是要去找到所谓的运算符号所以下面的部分也就是你 numbers 在 i 的值，它是一个运算符号它可能是加号、减号、乘号所以我们这边呢，左边 left 我们 L 到 i 减1的部分呢，我们用递回方式去呼叫 right 我们i 加1到 r 的地方呢，我们也是用透过递回的方式去呼叫去做计算，然后这边一个双层的 for 回圈在 left 里面的 r right 里面的 left 里面的 L right 里面的 R， 我们用这样子的double loop
去做下面的一个计算。好，那我们这边一样 ，x 一开始是设为0。好，那我们这边一样是用 switch case 的一个情况去做。好，所以这边如果101就是加，102就是减，103就是乘。好，我们分别把它计算出来。好，那这边这个应该是没有用到啊，这个好，那所以最后计算出来的东西呢，我们就把它写到 dp 在 LR 的那个地方。好，所以这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架构。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相关程式的部分，在力扣进行的一个情形。好，这是我们刚刚的扣，可能这边做个修改，这边是多的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让它 run 一次。好，这2个 case 都正确。那我们 submit 一次。好，那基本上几毫秒就可以完成。好，那快的时候甚至就到0毫秒。好，所以我们就先谈到这边。